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初学葫芦丝简单的乐理知识哈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音调。音调呢是用英文字母代替的，有大写的 C D E F G A B， 也有小写的 C D E F G A B。大写的呢代表是大调，小写的代表是小调，也有升调和降调。那么什么是升调和降调呢？你看我们平时葫芦丝上这个叫降 B 调，就是 B 调在哪里呢 ？C D E F G A B， 那么 B 调在这里，我们葫芦丝呢是降 B 调，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英文字母表示它代表是降 B 调。你看一个小 B 加一个大 B 就代表降 B 调。如果上面有一个井号的音符标志呢，就代表比如说你看，比如说在这个 A 上哈，有一个这样井号的标记呢，就代表它是升 A。不过那个就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就是大家认识一下就行了，认识一下这些大调和小调。如果比如说它这里写个小 b， 代表是降 B 调；如果写个升 A，A 的上面写个升的符号呢，就代表它是升 A。但是我们这些不要学那么多，学的越多越复杂。我们平时演奏的葫芦丝哈，教学葫芦丝是降 B 调的，在这里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哈。这个代表升调符号，这个代表降调符号哈。这个就是音调，所谓的音调是用英文字母代替的。还有一个呢就是音符，音符呢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代表音符。那么它的唱名你要知道，1是哆，2是瑞，3是咪，4是发，5是嗦，6是拉，7是西。唱名叫做哆来咪发嗦拉西。它数字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就是单独点出来一个数字，哎，这个数字在简谱里面怎么唱啊？这个数字叫做咪，这个呢拉，这个是瑞，这个是嗦，这个西，这个发，这个哆，单独点出一个，你能把它唱出它的唱名就行了。对于我们零基础业余爱好的朋友来说，乐理知识不需要懂很多，你只需要知道哦，这个英文数字这个英文字母代表的是调，大写的代表是大调，小写的代表是小调，这个井号呢代表是升调，这个就是这个小 b 呢代表是那个降调就行了。然后呢你要知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对应的唱名叫做哆来咪发嗦拉西，这一点了解这一些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就是音值，什么是音值呢？你看我们平时写简谱的时候平时在网上打印出来的简谱，那么这个音它要唱多长时间呢？你看这个写的咪后面有3个横线，代表这个咪呢要唱4拍，音值就这是一个哆，这个哆呢如果它写成这样的形式，就代表这个哆呢唱4拍，怎么唱呢？比如说哆2、3、4唱4拍，哆，这样自己心里要查一查哦，唱4拍，哆2、3、4，就这样的。如果就一个哆呢，就比如说这里就像这个嗦，它只有一个嗦，那么就是唱1拍，哆哆，前面这个要唱4拍，哆，这个呢就唱成哆。它的时长这音值就是时长，这个音的值就是它的时间要唱多久。这首歌里面，哎，这个咪要唱好长时间，唱4拍、3拍、2拍、5拍、8拍，它上面有几个横线，你就唱几拍就行了。这个呢就是代表它只唱1拍。这个呢，它后面有一个小黑点，这个小黑点代表是辅加音符，就是这个小黑点呢，就是要比前面这个哆，这个小黑点代表前面这个哆的1半的音值。本来是一个哆哈，那么这里呢，这个哆你要唱1拍半，哆要比它要长一点，比如说这个唱成哆，这个就唱成哆，比它长一点就行了。这个小黑点代表是半拍，是前面这个音值的1半，就是这个小黑点就代表你唱的时候要把这个哆音呢
唱比本来这个音就是等于是它的1.5倍，唱的时候等于是这个等于它的1.5倍。本来只唱一个哆，那么这里呢，如果有个小黑点，你就唱成哆，稍微延长一点就行了。那么后面这个两个都在一起的，你看我们简谱上它会有哈，比如说像这个咪嗦，那这两个它是两个就是两个音符下面有一个横线的，代表这两个音符唱一拍哆哆，就是你拍这一下要唱两个哆哆哆哆哆，落下去一个，抬起来一个，这个呢就是哆，这个是哆，再长一点，这个呢就是哆哆，让就是唱的要快一点，哆哆。那么再往后面这个呢，就是前面这个几分音符，我跟大家再标一下吧。就是这个音符代表是，如果有这前面这个一个都是后面有3个横线的，代表它要唱4拍，代表你唱的时候唱4拍。这个呢是1拍，这个唱的时候唱1拍。哎呀，这个笔怎么这么粗呀？换一个笔。这个唱4拍，唱的时候唱4拍。这个唱的时候唱1拍。这个呢唱1.5拍。这个呢唱1拍。这都是1拍的。1拍的，然后还有忘记写的。其实比如说这个音符是这样子的哈，一个哆画一个横线，这个代表半拍，就是1/2拍。不行，这样写不行。如果这样写，真麻烦呢。一个哆，2个横线，有时候会遇见3个横线。这个代表1/2拍。这个代表1/4拍。这个代表1/8拍。看得清楚吗？它的时长，如果是这样的标记的话，就是1/2拍；如果是这样的标记的话，就是1/4拍；如果这样的标记的话，就是1/8拍。不过像这个1/8拍呢，我们平时都用不上的，最多也就用1/2、1/4。1/8很少用上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不去讲了哈。然后像如果是这个标记呢，那么就代表1拍唱2个，就是哆哆哆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前面是1/2拍，后面是1/4拍，就是哆哆哆哆哆哆。你看，在简谱上它会有的，前面1个，后面2个，有的简谱上有，有的简谱上没有，这首歌里面没有，有的是前面1/4拍，后面1/2拍。唱的时候怎么唱呢？就唱成哆哆哆哆哆哆。这个呢就是
属于1/4拍，你拍一下要唱4个哆，哆哆哆哆，就是要唱得很快的，哆哆哆哆。像这个唱法呢，就唱成前面这个哆呢唱长一点，后面这个哆唱短一点，哆哆哆哆。那像这个呢，就是前面这个哆唱短一点，后面这个哆唱长一点，就是哆哆哆哆。它的唱法是这样的哈。这一点呢，大家也没有必要学的特别的专业，就是你知道一下就行了。下面有一个横线的代表是1/2拍，下面有2个横线的代表是1/4拍。你看这个1/4拍就是1拍里面要唱4个哆哆哆哆，然后很快的，它的音值就很短。像这个的音值就很长，一个哆要唱4拍，哆这样唱。这个呢就是哆，这个呢哆再长一点，这个呢就是哆哆，这个呢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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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，这个呢就唱成哆，哆哆哆哆，它音值是这样的。其实呢，这个也就是说，我觉得不用学的特别的专业哈，你只要知道就行了。你知道遇见这个音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前面这个哆要唱长一点，后面这个哆唱短一点就行了。哆哆哆哆，这个呢，就前面唱短一点，后面唱长一点。哆哆哆哆，这样唱就行了。另外一个是节拍哈，关于节拍方面，最常用的节拍呢是4/4。你看这里会写的，一般的简谱上你在网上找的时候，它都会显示4/4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每小节拍4拍，就是每一小节里面有4拍。平时我们写简谱的时候都是2个长竖线哈，中间会用长竖线分开，长竖线分开中间呢是有4拍的，就叫做4/4的节拍。每小节2个长线中间叫1小节，每小节4拍。有的呢3/4，每小节是3拍，还有6/8、9%，好多呢，还有2/4。那么我们就更多的就忽略了，常用的就是这几个，这2个书写方式。4/4拍的书写是这样写的，那么2个竖线中间写的是4拍。4/3的呢，2个长竖线中间是3拍。常见的乐理符号介绍，提供零基础业余爱好音乐的朋友们参考学习哈。关于乐理知识方面呢，大概就这样讲一下吧。你讲的越复杂，就觉得越困难。你就只要知道最主要的知道就是这几个就行。什么是音调？音调是英文字母表示的，音符是阿拉伯数字表示的，唱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，音值是这个音符音符在简谱上它书写的时候，这个音要唱多长？这个音唱多长时间呢？是唱4拍，是唱1拍，还是唱1.5拍，还是唱1拍唱2个，1拍唱3个，1拍唱4个？这些都是那个很多。在我平时教大家唱歌曲那个简谱的时候，都会跟大家讲，哪个音唱长一点，哪个音唱短一点，也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跟大家讲的啊。这个你要去学的话，它挺麻烦的，它就跟考高数一样，考数学一样的，就像计算题一样的，特别难。但是我觉得我们零基础业余爱好的朋友，你没有必要学的那么透彻，你只需要知道就行了，心里有数就可以了。而且平时我教大家学唱简谱的时候，都是尽量把简谱改得简单，好学好唱来教大家的。太复杂的你不好记，对于业余爱好的朋友来说，你学的头疼头晕脑胀的就没有必要了。简简单单开心快乐学会就行了，就这么多。乐理知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学就是更专业更深奥的知识呢，那么你就花点钱找专业的老师，或者买一本书自己去看看。你像我这本书，好厚呀，但是实际上要用不上的。就是对我们业余爱好的朋友来说，你只需要知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
它的唱名叫哆来咪发嗦拉西就行了。然后你知道葫芦丝，哎，这个孔对应的是这个音符，哎，这个音符在葫芦丝上哪个孔，知道就行了。还有的朋友呢，他就不知道他的葫芦丝是什么调，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哈。一般葫芦丝上它都会标记的，这个是降 B 调，这个呢上面写的叫做 C 调，看不清楚哈。然后还有这个上面标的是 D 调，还有这个，它上面这个是 F 调，这个是降 B 调哈。一般的乐器上它都会标记的，这个乐器是什么调的，都会标记上的。我们常用的成人来学乐器、学葫芦丝的话，都是用降 B 调的。我们平时教学视频，无论是7孔还是8孔，都是降 B 调来教大家的。这个是7孔降 B 调，这个是8孔降 B 调。我觉得业余爱好的朋友，乐理知识方面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你知道，哎，我的葫芦丝是什么调？从哪看调？哦，我的葫芦丝是 G 调，是 C 调，是降 B 调还是 F 调？你知道，哦，那个调在这里，这就是所谓的音调。那音符呢？这就是所谓的音符。然后音值，音值呢就跟那个什么唱简谱有关了。那么平时唱简谱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音要唱多久呀？这个音唱4拍，像这个咪要唱4拍，这个嗦唱4拍，这些音要唱多少多少，它上面有标记的。那么对于就是普通人来说，他觉得哎呀，这像密码一样的，1 2 3 4 5 6 7，这个点那个点，这是啥意思呀？很多人是不懂的。那么这里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，你也不需要懂那么多，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懂。你只要知道1 2 3 4 5 6 7对应唱名叫哆来咪发嗦拉西就行了。平时我教大家唱简谱，我怎么唱你怎么唱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懂得越多越麻烦。那么关于乐理知识方面呢，我就跟大家讲在这里。如果你能听懂呢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你听不懂呢，那么你想学得更深奥一点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花点钱找专业的老师，他需要时间去练去学的，可能要花几节课去专门去学习去练习，或者买本书，或者是有更专业的老师，也有专门教乐理知识的教学视频的。就是我这边呢，主要是针对咱们那个初学葫芦丝的朋友哈，就是咱们这边的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哈。行，那我们乐理知识方面我就跟大家讲在这里吧啊。希望大家学习开心，每天好心情，工作顺利，生活愉快，生意兴隆，事业顺心，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。再见了。我讲的太多吧，又怕太复杂太麻烦，因为你讲的越详细就给人感觉越难，就听得头晕。但是你讲的不详细吧，又感觉好像没有讲透彻，讲的不明白，没听懂，所以不好讲。就是乐理知识方面呢，你看我以前都没讲过，那么大家还是正常也能学会。今天呢特意的跟大家讲一下，是因为有同学说，老师你稍微讲一下乐理知识好吗？那我们都不懂什么是乐理知识，怎么唱。其实呢就算我没有这节课，我没有讲乐理知识之前，那么我做的那些教学视频，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、我的要求去做，比如说唱谱去唱就行了，也能学会葫芦丝的。你不懂乐理知识也能学葫芦丝的。如果想了解一点呢，就可以稍微看一下这节课哈。好了，那就不啰嗦了啊！祝大家开心快乐、健康每一天，再见了。